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man 的频道，我是阿 Man。Perodot Activa 在本地市场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到现在应该已经接近了2年左右，它依旧是马来西亚市场里面最好卖的 SUV， 没有之一。这个是因为在本地当中它的价钱也好，它的 level 也好，在同等级里面都没有对手可以来打它。它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市场当中用最低的价钱可以买到的 Turbo 车款。Turbo 蜗牛，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不是有吸引力嘞？所以我今天就整理了几款未来有可能会成为 Activa 对手的一些车款，有些是已经确定未来会进入，有些是我个人曾经看到过邻国车牌的车款，觉得还蛮好看、蛮特别的。甚至最后一个品牌在马来西亚都已经没有代理商，不过我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啦。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未来或者是讲现在已经在火爆当中的 A segment SUV 车款。在影片接下去之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免费的赞，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订阅这个东西真的是免费的，你要订阅了，下一次我出 X94 的影片，你才不会错过吗？订阅敢跟它录下去就好，真的不收钱的，你试看看。点了吗？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首先第一款车，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了，它就是来自 Honda 的 WRV。先讲它的外形外形方面 Honda 的这个家族式设计基本上都不会到难看的啦。不过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上一代的 Honda 家族式设计，不懂我在讲什么或者不相信是不是给大家对比看看一下。先来比看看现在比较新款发布的 HRV 还有 Civic， 这个是 Honda 的新款家族式设计啦，整体看起来会更加的简约。再给大家看看目前马来西亚市场还在售卖着的 CRV， 这个的话就是上一代的 Honda 家族式设计你看看一下，认真再看看一下，是不是感觉 WRV 比较像现在卖着的 CRV？我就是觉得这个 WRV它的车头的线条来讲就不够简洁，包括一些装饰件，简单这样子讲就是 pattern 比较多，有点复杂。来到车侧的话，首先一大亮点就是和 HRV 一样的隐藏在 C 柱那边的一个门把手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好看的啦。然后从侧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就是非常 Activa 的那个样子短短高高的。来到车尾，它的车尾灯的话就比较有新一代 Honda 的感觉，给我感觉就很像那个新款 Civic 的尾灯，不过它的这个匣可能比较小只一点。然后这次也把车牌放到 bumper 底下，整体看起来 boot 的话就会比较简洁，就没有以往的 SUV 设计是把车牌放在 boot。来到内饰就真的是有点失望跟它的车外观好像不太匹配的感觉。它的内饰给我的感觉是好看的，首先，不过这个好看是好像5年前、7年前流行的那种设计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感觉。首先，它的萤幕就少了 floating screen， 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设计，它是采用内箱式的。参考上一代的 CD 还有 BRV， 他们同样也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再来，它的冷气 panel 也是采用按钮的，然后它的按钮用眼睛看感觉也是比较 plastic， 就没有现在 Honda 家族式都在采用的那个非常精致的那个旋钮，那个应该我提过很多次我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那个旋钮转起来的手感。然后它的排挡杆的下部分也没有用皮革来包着，就整只把它的棍都露出来，这个设计也是有点不好看啦。Honda WRV 的这个内装设计总体看起来并不像是 Honda 近期该呈现出的那个水平，就真的是比较老土，真的是7年前的设计高情商说法，来看。引擎方面采用 1.5 L 加上 CVT 应该也肯定就是 City 和 City Hatchback 的同款动力配置啦。它的马力方面以 1.5 L NA 引擎来讲的话，我记得是还蛮大的。不过就有印尼媒体测试 Toyota Race、Kia Sonet 加上这个 Honda WRV 来进行直线加速的话， Honda WRV 必然垫底。接下来的这款可以讲它的内装几乎是吊打 WRV， 现代感十足。重点是它还是2020年的设计，它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Kia Sonet。首先 Kia Sonet 这款车它是在印尼制造，并且有出口到香港还有新加坡等等的右驾市场，也就是跟马来西亚一样啦。所以它是有右驾版本的，就更加有希望会进到来本地的市场。它的车内一眼望去，首先它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款入门车。它的冷气出风口的那个设计是蛮好看的，有战斗机的感觉，比较四方、比较垂直的一个设计。
再来 Kia Sonet 的内装也采用了大量的钢琴黑的 panel 来装饰，就材质来讲啊，肯定会比 WRV 还要来的丰富。然后它也比 WRV 多了悬浮式荧幕，看起来就和 Meter 是连成一体啊。虽然讲它并不是真的是一体式啦，不过就视觉来讲，确实是为它加分了不少，看起来atas了不少。尤其是最近 Benz 又喜欢用这样子的设计。然后它的 Meter 也并不是采用传统的圆形，而是在左右各有时速和 RPM 的表。看起来又多了一点战斗的气息，然后中间是有一个比较小个的 Digital Meter， 它的未来感、科技感都几乎是升到满了。重点是这样小的车后座还给你冷气，真的是太懂我们东南亚的天气，尤其是最近。不过它的内饰我觉得有小小的败笔，就是在它的控制冷气的 panel 的那个部分，我放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按钮几乎都是四四方方，然后材质就是最普通的粗面 plastic。给我感觉啊，它的内饰就好像是全部 budget 花到完了，然后这个冷气片呢这边就随便潦潦草草这样子放下去，就跟它这个非常未来感、非常科技感、非常战斗感的这个性格是不符合的东西。再讲到它的外形方面啊，首先它的身材就已经是娇小玲珑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方面，车头灯也是非常小个，它的面积是不大，不过它的 daylight 亮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蛮特别。可以看到它的眼角的地方啊，是有一个倒钩式的一个设计，然后车尾灯方面也是比较小的面积，同样它亮起来的时候，在尾端也是有一个倒钩的设计。它的 brake 灯在亮起来的时候的效果也是不错，一颗一颗打直立体的感觉。看到这个设计啊，我马上又想到了Peugeot的4爪车尾灯，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子的设计，不过那个是在外面，而这个 Kia Sonet 是镶在灯具里面。引擎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配备，也是 1.5L 的 NA 引擎加上 CVT 压箱。再来第3款车和刚刚的 Kia Sonet 一样，同样也是韩国品牌。它的第一大亮点啊，给你们看个照片，肯定就是被它的这个方形的 daylight 抓住眼球了。果然够现代，它就是 Hyundai Venue。这款车是在2020年发布的，有分为左驾和右驾的版本。右驾版本的话是在台湾本地制造、本地售卖。如果是左驾版本，同样也是在印尼制造。然后这款车在邻国也是有售卖。它的外形啊，就有点给我感觉像是 Mini Cooper 的感觉。首先它的 Air Pillar 连接车顶的部分啊，又是跟 Activa 一样的这个设计，同样是斜上来，然后一刀切。这个在做起 Dual Tone 或者是悬浮式的话，就非常容易啦。然后它的车尾灯又有点感觉像是 Mini Cooper， 讲的像并不只是它的形状像，而是它里面灯具亮起来的时候也是有比较斜的线条，有点像英国国旗的感觉，不过是不完整的英国国旗啦。然后在2022年就出过了一个小改款，它的尾灯就变成了贯穿式的车尾灯，看起来就更加像是我们本地市场有售卖的 Hyundai Elantra 的那个感觉，比较 sharp， 比较没有那么可爱，比较侵略性一点。然后它的配色方面也有蛮多很绚丽的选择，它就真的很 Mini Cooper 的那种感觉，比较个性化。不过啊，外形那么现代，来到内装却是普普通通，我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啦。它的内装啊，就真的是非常普普通通，非常的基本，就真的是一台入门车的感觉。它并不像 Kia Sonet 那样采用太多的材质来做搭配，比较省用，比较省 budget 的感觉。然后它的 layout 方面也是比较基本、比较安全牌的设计，比较单调。你讲会不好看吗？也不会，就是不如它的外形来的那么现代。然后它的引擎 CC 方面也是今天几款车之中最高，它是采用1600cc 的 NA 引擎，搭配上 IVT 压箱。IVT 其实就是 Hyundai 的 CVT 来的啦，只是换个叫法而已。看了这样多泡菜车，你肯定觉得耐用咩？来，接下来就来到和 Honda WRV 一样的。来自日本品牌的 Nissan Magnite， 它和 WRV 一样，算是一个比较新款的车。它同样也是采用印尼制造，并且主打的是东南亚市场。哇，首先它的车头啊，我第一眼看到，就 A segment 来讲，最霸气应该就是它跑不掉了的。它的车头灯眼睛非常细，加上有非常大的这个 grill， 就是它的大嘴巴。再来，它还有一个非常长的 daylight， 这个又给我想到 Peugeot。它的设计来讲，如果你跟我的印象同样是停留在 X-Trail 的那个形象的话，你就会觉得 Nissan 这是这么这样大胆的、这样敢设计的，最终生产出来的车也跟当时候它的 concept car 是非常像了的。这样子的事件又让我联想到 Perudo Beza 的 concept car， 它的车尾灯方面也是属于比较 sharp 的。不过它的这个形状就给我感觉比 WRV 更加接近 Civic，
更加 Honda 家族式。不懂你会不会这样子觉得？留言告诉我一下。来到车侧，它的 Air Pillar 也和刚才提到的几款车，也和 Activa 一样，又是采用一刀切的设计，好像是最近的 S segment 都流行这样子的设计是吗？可能是在车身小的同时，看起来又比较大。它的内饰方面也是非常简单，又和 Hyundai Venue 的感觉有点像，都是外形很未来，内装90年代。单是看照片啊，我都感受到扑鼻而来的 plastic 味。除了一片黑黑的 plastic， 你几乎看不到有太多其他亮眼的材质。不过它的引擎方面却又有惊喜哦，它是和 Activa 一样，唯二不多采用 turbo 的引擎。没错，它也是用 1.0 3缸的 turbo 加上 CVT 压箱的这个动力配置。剩下我今天整理过的其他 S segment 车款几乎都是 NA 引擎了，这个就可以给Nissan一个5 job。再来要讲到的这个品牌啊，它可以讲是比韩国车还要冷的一款韩国车，在马来西亚市场真的是非常冷门的一个品牌啊！为什么会加入这款车呢？同样我也是看过邻国车牌的车在本地，觉得这个实车好像还蛮不错的。然后我甚至也有好奇过这个牌子到底是不是什么中国牌子来的，它就是来自商用的 Tivoli。商用这个品牌，相信大家既陌生又既不陌生。它在本地市场还是有一款比较 hot 一点点的车啦，叫做 Recon， 它是一款 SUV 来的。OK， 首先商用这个品牌它是韩国品牌，是叫双龙。不过经过很多辗转，现在没有错的话，应该是under上汽集团啦，就是一个中国的集团。商用它早期是帮美军做 Jeep， 主要研发 Diesel Engine， 还有 4-wheel drive 这些比较越野车方面的东西。一直到了后期，他才开始尝试自己造车，发展到今天啊，他所售卖的车款也都是 SUV 还有 Pickup Truck 这种非常硬派、非常 tough 的车啦，是没有出过轿车的一个品牌。在本地有出过的车款，我大概放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张照片啦，他们也都是采用 Diesel Engine。讲回这个主角 Tivoli 啊，就外形来讲的话，它并不算是惊艳，没有什么特色，也不会到不好看，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设计。同样又是采用一刀切的 Air Pillar 和车顶，它的车尾辨识度就会比车头来得更加高。首先它的这个车尾灯就非常个性，跟车头的感觉就真的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东西啊。车头平平凡凡，车尾非常不一般。先不要讲它好不好看啊，就这个线条亮起来的时候，晚上你走在路上肯定就是最亮的仔。内饰 layout 方面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安全，不惊艳。不过可能商用也自己发现到这一点，所以材质方面可以看到它采用大量的 Piano Black 饰板，看起来又稍微 atas 了一点点。主要还可以掩盖掉它的这个设计还比较不成熟的方面啊。然后它的配备方面也是蛮给超一下的哦。它的 meter 是采用 Fully Digital， 分别有4种模式的变换。这个是新加坡 spec 啦，我看国际版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的 pattern。引擎比较新款是采用 1.2 turbo。在新加坡的配置的话是 1.5 turbo， 重点它的压箱是采用 6 speed， 并不是 CVT 也不是 DCT。不过其实它的尺寸方面啊是已经达到了 B segment 的 SUV 啦，它严格来说并不算是今天我们所整理的这几款车的对手，纯粹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还蛮有趣的，就额外分享给大家看，就当做是一个 bonus 啦。还有没有什么我漏掉的 S segment SUV 车款？又或者未来你觉得能够进入大马市场，能够撼动 Peruda Activa 地位的车款，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我个人就觉得真的是有点难啊，就凭 Activa 的这个价钱加上这个配备，重点，得不？短时间内应该很难有车款可以叫到它啦。就算是 WRV 进来，我觉得价钱方面还是有差异嘛，毕竟 Honda 已经是外国品牌 ，Peruda 国产车还是可以享有他们专属的福利。WRV 据说是会到9万多，而 Activa 是在7万多，这个价钱差距啊，就会消费这个等级的车款的消费者啊，像我这样子的啦。其实budget都是有点紧，你讲差一个几千块可能还可以，不过这个一差就差了2万嘞 ，brother。月供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等级的消费者来讲有一点点的吃力。我讲的是一般上这个等级的消费者啦，7万块买 SUV 又有 Turbo， 相信如果未来不是 Proton 会引进这样一款车的话 ，Activa 的这个地位还有销量应该都会在马来西亚继续称霸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就价钱来讲的话，外国品牌就真的是没有什么优势。除非等看几时吉利有出一款 A segment SUV， Proton 再把它 rebase 进来，那个时候可能还跟 Activa 有的打啊！都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刚才还没有点免费订阅的，现在赶快去点一下，我下次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吗？
可以的话再顺手来个免费的赞，订阅跟赞都是免费的，记得跟它录下去，才可以支持我做更多、更新、更快、更有趣的影片给大家看。感谢各位，拜。记住啊。